夜的月光洒满琴弦，我和你徘徊在寂寞耳边，轻轻吟诵回不去的从前，还有飘在空中的风筝断了弦。那一夜的思念拨动心弦，爱与恨偷偷放纵了无言，见或不见，都在痛的边缘。那把为我挡雨的伞，残缺不全。月初与你相见，月落再不相见。月初无限眷恋，月落转瞬千年。您可以做太子，为何要让贤？子楚既有祖父遗旨，又有华阳撑腰，谁也阻止不了。何不给大家一个台阶下呢？这遗诏来得不明不白，大有文章可做呀。就算是当上了太子，我看也未必能长久。日子还长着呢，走着瞧吧。好一出以退为进，吕不韦恭喜王孙。不，恭喜太子。待扶丧期满，父亲正式登基即位，我才是堂堂正正的太子。大局已定，那不过是时间的事。父亲一心扶丧，秦国的大小事务都交由我来处置。马上勒令赵王，让他交出浩然和郑耳，我要接他们回秦守丧。告诉赵王，如今他扣留的不是王孙妇，而是秦国未来的王后。若他再敢推辞，我便要陈兵伐赵，再兴战火。他不怕长平之祸重演，大可一试。诺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练不好就多练，不许发脾气。出事了！公孙将军，喜事儿，喜事儿，大喜事儿啊！什么事你如此开心？王孙父，不对，不对了啊！得改口了，不能叫王孙父了，得叫太子父了。秦王孙当上太子了。我就知道王孙他不是池中物，迟早要一飞冲天。这秦王已经传召天下，立他为太子了。赵王听说后啊，立刻答应送你们归秦。他这是要做顺水人情。太好了，咱们终于可以离开这儿了。不过呢，不过什么？我吧，留在这里也没什么作为。我的意思是，能不能和你们一起去秦国？公孙将军在赵国受到排挤，多是因为当年帮助我们的缘故。别！若你不嫌弃，浩然当然希望你跟我们一起走。太好了，就这么定了。这样啊，我呢先护送你们回秦国，待你们安顿好之后，我再派人回来接家小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赶紧收拾东西，咱们尽快动身。真可爱。哎呀！现在回头或许还来得及。离开赵国，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了。
公孙将军，公孙将军，公孙将军，玉，公孙将军，于司寇，皇上有令，让我前来护送太子父回秦国。哼，你护送啊？这次护送，我可是正室，公孙将军是副使啊。这样啊，那既然如此，这一路就有劳司寇多多关照。哼，哪里哪里。哼哼。走。浩然，怎么办？贵族争权夺势，给我各国互相攻伐，拿棍！谁有想过平民百姓的苦楚？在这样的乱世，他们过的日子连人都算不上。请太子父用膳。医师，你是担心我在这菜里边下毒吗？谁知道呢？我要是杀人，何必要这么麻烦？你想干什么？啊！你们都太小瞧于司寇了。他奉命护送我们归秦，中途出了什么差错，秦国必定兴师问罪。于氏宗族可有上千人，赵王为了平息秦人之怒，说不定会拿他们当替罪羊。于司寇怎么舍得啊？听见了吗？于司寇是不是想以身试法？放下剑！这一路还长着呢，你们早晚都会知道于某是什么样的人。吃饭。公子父，您都1天水米未进了，多少吃一点吧。下去。公子，我来。诺。如今早晚各一餐，每餐便是1碗清粥。足枯季后，方可饮用粗饭和水。我知道，我又不是不懂礼仪，吃不下。我知你往日食粥需用果片调味，大满周年小祥季后，方可饮用菜果。忍忍吧。不要。你干什么？我是为你好。你是当不成太子，故意寻我撒气。我早就提醒过你，当心子楚和吕不韦。那子楚一声不响就赢得了老秦王的心，才让吕不韦搬来了遗诏。本就是你技不如人，输都输了，还有脸来怪我？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种小肚鸡肠的男人，因为一时之气，就来寻妻子，闹脾气，不是吗？放开我！干什么？别乱动！3日不食，你还有力气咬我；1月不食，你连生气的力气都没了。若不想衰竭而亡，就乖乖地喝了这碗清粥。
果子？居丧期间，的确是不能用菜果。那你还给我？居丧之礼，有疾则饮酒食肉，若因疾病耽误了办丧事，那才是大不孝。吃完了再出来，让人看见，一定重重罚你。父王，您哭声不绝，昼夜无时，已是身体大损。若当真病倒了，无法再承担丧事，才是真正的大不孝。父亲，父王，居丧敬哀，本是一个孝子应尽的礼数。但您不只是一个孝子，更是一国之君。您要不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，那秦国和秦国的这些子民们，又将置于何地？您还是先回去好好休息，待养好了身体，再过来守丧也不迟。请皇上保重身体。父亲，太子殿下，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！您得想想办法。去见王后。诺。公子父，你没事吧？带公子父回去休息。我不。父王在这儿，夫君在这儿，我身为儿媳，理当尽孝。连公子父都比华阳夫人懂规矩，王上哀痛不尽，行孝鼓励，可他呢，竟连面都不露。我听说这华阳夫人是病倒的。呸！她哪是病倒了？她那是对老秦王心存怨恨，不肯守丧呢。你说多大的怨恨呢？竟是人伦理之于不顾。嘘，让人听见。华阳夫人到。父王，母亲来了。把王上扶起来带回宫。不，我父驾鹤西去，魂归故里，我怎能入室自安？带走。我要守孝，我哪儿都不去。给我绑了。华阳夫人。王后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刚刚老秦王托了梦给我，让我好好照顾王上。现在把他强行带回宫，是为了他的身体着想。谁若阻拦，就是与我作对。敢反抗老秦王的旨意，更是大秦的罪人。带走。父王，父王啊！都回去吧，该守丧的守丧，该办公的办公，耽误了朝中大事，一律严惩不贷。诺。哎，雅儿，雅儿，雅儿，传医师。请医师，快！雅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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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长得像不像？你在演戏？对啊，死的又不是我的祖父，伤的也不是我的父亲，
我凭什么悲痛欲绝呀？但是若是不做出一副至情至孝的模样，如何能为王孙你拉拢人心呀？今日有了那华阳夫人的对比，越发显得你我诚心诚意。你看，这眼下的乌青是蛋，还有这嘴上的干皮是鱼胶。干什么？我这么做可是为了你，算是谢谢你的一果之恩吧。别给我这副臭脸！胡闹！公子，您的鞋。滚！公子父，您终于醒了。刚才可把公子给急坏了，这一路跑过来，鞋都掉了。为了我？可不是嘛，这大日头都晒了一整天了。啊，公子父，您还是早点歇歇吧，医师一会儿就到。你受了风寒，又一路奔波，好好休息吧。今天晚上，我来照顾正儿。见到正儿了吗？嗯。见到正儿了吗？好像往那个方向去了。孙乾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所有的人都会知道，王孙是贪玩逆水而亡。至于你和公孙乾，只不过是两条野狗的性命，没有人会心疼的。我杀了我的儿子，我也要让他知道这头不一生的滋味。杀死岳浩的人是我，是我！贱人，去死吧！去死吧！春爷，
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刚刚在溪边抓鱼，他突然扑过来，想要淹死我，我拼命挣扎，然后我就装作一动不动，他以为我死了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正儿，你很机灵，你救了我的命。这把匕首，正在哪儿？在这儿呢。这把匕首留给你当做个纪念。谢谢。今夜发生的事，谁都不准说。明日要有人问起来，你就说咱们遇上了劫匪，于大人和公孙将军都死了。娘也不能说吗？咱们不能吓着他。可他是坏人。他是坏人，可其他人是无辜的。如果今夜他刺杀秦国王孙的事情被传扬出去，于是会被灭族的。正儿，就照我说的去做。走，我带你去清洗一下，别被别人发现了。思路见过嫂嫂。哟，这是谁呀？公子父，这位是太子父。掌嘴！嫂嫂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如今老秦王刚刚薨了，新王尚未登基，哪来的太子父？太子已代替王上处理政务，诏令也都传遍了6国，我家主子怎么就不是太子父了？真正的太子父乃赵豪家女，如今正在赵国为质，怎么也轮不到你。区区贱婢也敢顶嘴，给我割了他的舌头！主子救命啊！嫂嫂，我也是芈氏的贵女，由华阳夫人做主，堂堂正正许配给太子，您不该这样辱我。既是堂堂正正，为何不去正殿守丧？你还做着太子父的春秋大梦，却不知在子楚眼里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主人，近日你常来郊外散心，日落方归，是不是在等什么人呢？跑马而已。您瞒不过我的，您是在等召过来的客人吧？走，走。吁。我给你写了好多信让你来接我，没想到你真来了。白灵儿，就是我，不然你以为会是谁啊？你怎么回来了？父亲去世之后，大哥为了避祸，硬是压着我回乡下了。后来趁大哥入了军营，我悄悄溜出来的。我给你写了好多信，你都收到了没有？哎，你看我现在，是不是比以前成熟多了？白小姐，你为何一直缠着我？因为我喜欢你啊！我可没工夫跟个小女孩瞎闹。哎，我已经不是小女孩了。哎，喂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这，吕不韦，这，小姐，咱们还进城吗？当然了，这次回咸阳就是为了嫁给他。万一让大少爷知道您偷溜出来的话，怕什么？他现在训练新兵呢。再说，等他发觉的时候，我都已经嫁给他了。小姐，你这么有自信的呀？必须的呀！
我爹生平未有一败，身为他的女儿，当然不能给他丢人了。我发誓，这辈子吕不韦的妻子非我莫属。你干嘛这样看我？没什么。公孙将军的后事都安顿好了吗？我派人将他送回了邯郸，又把全部的钱交给了他的家人。等将来到了咸阳城，还可以派人去邯郸，接他们来秦国生活。可是，哎呀，我的药箱是不是落在外面了？等等，停车！昨夜你瞧见劫匪了？嗯。下官恭迎王孙。马超内坐着母亲，你为何不先向他行礼？王孙，下官接到的任务，便是迎接您回宫。这叫什么话？难道没人告诉你们，太子父也会一块儿回来吗？请先入城吧。你，只识王孙，不识太子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自然是秦国有人不欢迎我来了。恭送太子父归秦。好。母亲，那人犯了什么罪？啊，那是仓瑟夫，谷仓里边老鼠成灾，严重咬坏了粮食。那个人呢？他呀，今年正月耕牛大考的时候，他养死了2头牛，却隐匿不报，冒领赏赐，当然要罚。那这个最后这个，他犯了什么罪？他呀，那可严重了。他负责修筑城东的石桥，桥塌了，由上而下抓了好几10号人，全都要砍头。啊！这儿，进来。秦律如此严苛。从前在赵国时，人人都说秦人茹毛饮血，残忍好杀。可这一路走来，咸阳民风淳朴，秩序井然。这和我想象中的秦国不太一样。不是要入宫吗？这是要去哪儿？诸位，这行馆是你们居住的地方，请先入内休息。这位是宫中的杜女官，这位……赵姬，宫里规矩多，怕您不适应，王后特命我前来教导。你叫他什么？名分未定，身份不明，不称赵姬，难道称太子夫吗？什么叫名分未定，身份不明？还有，太子父出身名门，又在宫中生活多年，何须你来教导？姑娘说的话，谬误有2：一则，秦赵不同，礼仪有异，赵国的规矩在这儿未必行得通；二则，刚才奴婢已经说过了，他还未获得正式册封，只能以赵姬呼之。浩然是由赵王赐婚，嫁给一人做正妻，为保护他归秦，被困在赵国多年，千辛万苦才能来到咸阳。
可你口口声声说他身份不明，根本就是忘恩负义。你让他来见我，我倒要问问他，这么对待我们，算是哪门子道理？赵姬，你身边的婢女如此不懂规矩，也配入宫吗？杜女官，正儿，她和你身份不同，不是奴婢，而是我的至交好友。弱国卑女，竟然敢如此跟我说话，难怪王后让我过来教导教导你。如此倨傲，如何侍奉太子殿下？从前秦人世代为周王室养马，凭何立足于天下？靠的绝不是居功自傲、眼光狭隘，而是历代秦王请来的中原客卿。取游鱼而罢西戎，求百里奚强教化，因简书施变革，用商鞅移风俗，以张仪破合纵。便是当今的范丞相，也是魏人。但凡你宫中礼仪，也是从东方袭来。若无你眼中的弱国卑客，如何成就当今强秦？便是当今的秦王，也不敢随便说一句我是弱国卑女。让开！这些是什么人？是送去与杨公的俘虏。这边要这么绣，从这里穿进去。怎么不哭？我小时候，母亲教我学刺绣，10根手指常常鲜血淋漓，十指连心，刺痛了。怎能不哭呢？哭，快点哭！哭起来要梨花带雨才叫美态，哭成这副德行，怎么叫人怜爱？再哭，你还想不想吃饭？快哭，哭得梨花带雨一点！堂堂男儿，全做女儿之态，哭什么哭？死了好了！你整日让我们做女儿之态，到底想干什么？100个少年俘虏，为了活命，为了讨口饭吃，全都老老实实的学习歌舞刺绣。你是第一个敢站出来反抗的人，好有勇气的少年郎呀！做不了女人，你杀了我吧！这儿好生热闹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明明一群男孩子，却都穿着女人的衣服，还在这儿学刺绣。因为我想知道，若是让他们做女人做的事，那他们会不会变成女人？公子父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若是男人去学习歌舞刺绣，女人去学习耕种打仗，那男人会不会变成女人？女人又会不会变成男人呢？我就是想知道，所以才招来了这群俘虏。哎呀，公子父，你可真有意思。那我问你，这结果如何呀？刀剑相携，美食相诱，便开始哭哭啼啼，柔弱娇贵，毫无男子的英武之气。一群废物。那不还有一个例外吗？可是我不喜欢例外。你不想做女人，我又不想让你做男人，怎么办呢？那就只好去做4人了。待
带走。慢着，你看他才多大呀？12岁、13岁，这么大的孩子哪知道个轻重啊？小子，赶快向公子父道个歉，乖乖的回来学刺绣，明白吗？恶心！好了，这孩子怎么就不懂个好人心呢？这事儿啊，道个歉也就过去了，你就不知道服个软儿？要我做女儿之态，我宁愿一死！停！瞧这倔强的样子，倒是蛮可爱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嫪毐。不如这样吧，反正这个人你也不要了，给我如何？不过是个孩子，您要来能做什么呀？这个孩子我要定了。怎么，公子父不舍得？也就是个俘虏而已，你想带走，请随意。那我就谢了。走了。太子父要回来了，您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还要急着去华阳宫，改天再来看你驯俘虏吧。那您知道太子父和吕大人的传闻吗？请王后替奴婢做主。此女还未进宫，就如此猖狂，妹妹，你也不管管。姐姐还未见过她，好似便印象不佳。我这是为思罗着想。思罗可是为她生下了成角，有我在，谁敢动他们的位置？话不要说得太满。人家是患难夫妻，生死与共，那情分可不一般呢。他敢？王后，夫人说的对，这女子并非寻常人物，谨慎起见，绝不能让她进宫。有这么严重？看着满面笑容，实则……禀王后，太子求见。瞧见没有？你这只是不让人家进宫，人家这就眼巴巴地问罪来了。我抱恙在身，不见客。诺。此女不能入宫，明白该怎么做了？王后放心。怎么样？王后不肯见我。王后与浩然并无局域，阻拦他入宫，必是为了思罗。只怕是为了他们自己。他们一直指望成角当继承人，正儿的到来便是最大的阻碍。浩然是我的妻子，归秦名正言顺，他拦得了一时，拦不了一世。别忘了，她是秦国王后。太子果真下定决心，吕不韦倒有一计。你打算做什么？如果依计而行，恐怕有损太子名誉。直言不讳吧。我只是担心，有了思罗和诸位美人，殿下早已忘了。吕不韦，请太子准我放手施为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浩然，都3天了，没有任何人理会咱们，到底在干什么呢？你问我，我又问谁呢？你都不生气吗？咱们千里迢迢来到秦国，可不是来吃闭门羹的。都等了8年，难道3天都等不起了吗？我本以为，只要离开邯郸就可以远离争斗，
从未想过，刚到了秦国，就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。生死考验都过来了，区区的刁难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他们不给你名分呢？那我就进宫去，给异人一巴掌，然后再把正儿带回赵国。他早就不叫异人了，而是叫子楚了。好了，终于看到你的脸上有笑容了。他这样怠慢你，一记耳光怎么够？把他打成猪头，都不解我心头之恨。傻瓜，如今的秦国，还不是他一人的天下呢。故事真美啊！你看这姑娘真是太可怜了。诸位，傅良肉、子提记、符文秀、戚无义，说的是从前百里奚之妻杜氏，千里寻夫，谈的倒是咱们当今大秦的太子啊！没错，太子在赵国为质，生活困顿，九死一生，却有赵姬舍生忘死，相依为伴。可如今这位正室千里迢迢带着王孙来寻亲，竟被拒之门外啊！就是啊，贫贱之妻怎能相忘？就是，如此有情有义的女子，太子为什么不要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依大秦律，抛弃妻子该怎么判？你懂什么呀？这哪是太子不认，这是华阳王后让他另娶。哎，妇姑不相悦，反唇而相讥，就算是婆婆，还能不讲理了？是。所以说，诸位，如此这般，天理何在？你们说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云卷风起何去？千溪流离，陌上别离。此生为情寻觅，韶华荏苒难追。倾城绝艳，回眸千笑，拂乱江山万里。一梦花絮，明月出尘，此生已相许。繁华落尽，看过千帆，有情若两相惜。执手相伴，青涩在于愿你我随风化江山万里，一梦花絮，明月出尘，此生已相许。繁华落尽，看过千帆，有情若当相惜。执手相伴，青涩在于愿